男跟女不同的地方，用几句很重要的区别把它讲出来，你可以抄下来啊，你慢慢思想。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上帝造男的时候，给他有一部分神特别的属性；上帝造女人的时候，也给女人有一部分神特别的属性。所以，男人在某些方面很像上帝，女人也在另外的某些方面很像上帝。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一部分的想象。我们像上帝的这一部分，正是女人像上帝的另外一部分所不能相比的。所以，男人跟上帝之间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样就是男人权威的问题。男人很注重权威，所以男人也很看重面子。如果一个男人被女人揭穿他的面皮，撕破他的面皮，拉下他这个权威下面，那这个男人就不容易放过这个女人了。因为你得罪他，给他没有权威，失去面子，他就对这个女人就越来越不客气了。所以呢，一个女人要有智慧，明白男人跟你不同地方啊。现在你写好，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大家说1、2、3。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分。所以对女人来说，我所需要的爱，你要周全的顾到，那我就尽心尽情，好好跟你走一生的路线。那你现在不要用这句话来对付别人哈，你说唐牧师讲的，我女人爱情是全部分，所以你就用那个在对付你的丈夫，结果就更不好了。这个对女的要去了解男的，那男的要去了解你的，不是用强求去要人顺你，那用了解，使你在他还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先主动的去忍受容忍。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你做妻子要顺服他，因为他正需要你对他权威的顺从。你越明白男人这方面的需要，你先给他，他就把另外一方面你的需要就把它做出来了。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但一个做丈夫的知道，女子是很注重感情，而且很敏感，她所受的爱不够，她是很痛苦的。你越了解她的时候，她越甘愿把权威交给你。所以，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第二，男人重事业，女人重家庭。大家说，你说我要发展，我的工作怎么做？女人说，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回家啊，你不要忘记我在家里等你啊。所以在事业上越发展而忽略家庭的人，是慢慢进入一种自己不自觉的危机里面。而女人呢，只注重家庭，什么都不管，男人的事业完全不过问的话，他也进入另外一个危机的里面。因为男人如果重事业你做妻子可以关怀到，也可以好好常常照顾，常常提醒，也常常有份你把他的事业搞好，他会很感激你。女人重家庭，因为上帝本来是叫女人做一个家庭的主管，做一个家庭的总管，所以如果没有女人在管家的话，这男人是没有办法的。这样呢，男人注重外，女人注重内，这就是天所给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机制。所以，男人重权威，女人重感情；男人重事业，女人重家庭。第三，男人重大局，女人重细节。大家说1、2、3，男人重大局，女人重事业。所以每一次跟男人谈话的，他就把大的局面想出来，就看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什么东西影响整个局面。
但女人说：“我不管，我就是细节，你一点点小小的事情都不注意的话，我就要注意这些东西。”所以男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女人重大局，那她就有一点像男人。你要跟男人什么细节都计较，就不像男人了。所以有一些男人像女人，有一些女人像的，不是说面貌是个性。那些小事情斤斤计较的男人是很讨厌的。那些什么小事都不顾，一天到晚都是专管大事情的人，也是不是男人太喜欢的。因为男人重大局，女人重细节，这是天这样安排，是神这样创造，我们必要公认这个事情。虽然有例外，但因为你公认这个事情，你就容易去了解，不是去强求，不是去逼，去对别人有所苛求，所以你了解，原来男人本来是重大局的，怪不得很多细节他不注意。那女人是重细节，怪不得你讲一句错话，他会纪念3天3夜那这些不同，你越了解的时候，你就越容易呢这个切合。我们存心知其不同，而努力去配合，这种合作精神是很需要的。因为知道不同，就把不同地方一直强调，把它扩大，那变成争闹的这个原因，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原来她是女人，怪不得小小事她就气得要命，小小的感受就永远不能解开，小小得罪她，3年以后还在提。因为女人重细节，男人重大局，这是不一样的。这样呢，这一个家呢，就有人看大的，有人看小的。那么看大的不要看见，什么都看着小的。女人，她说你就是跟女人结婚嘛，不然我也做大的，你也做大的，细节谁顾？所以你了解她，她了解你的时候，不是为了因为她跟你不一样，你就看清她。就因为他与你不一样，可以弥补你所没有的，你感谢他，这样彼此互相敬重，以后你的家庭就会更好。那这个就是因为圣经把这个原则都定下来了，圣经里隐藏的这些神造人原则，这样你尊主伟大的基督就在男女的这个建立的家庭中间设立了他的宝座。不但如此，男人重前景，女人重回忆。大家说1、2、3，男人重前景，女人重回忆。记忆是人的永恒功能的一部分，而盼望也是人永恒功能的部分。大概12年前，我在高雄讲过一篇道理，里面提到灵魂向前看，看到前途；灵魂向后看，看到历史。当我们看前途的时候，就产生了盼望；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应用了我们的记忆。那这个就表示，我不是为了今天活吃什么，单单为今天活，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吃什么，那是动物。动物不会想历史上我祖宗怎么样，不会的。你问一只狗，你祖宗怎么样？他说：“我不给我吃啊。”你问他以后怎么样，他也不管的，因为他就是为现今的本能。现今的需要，他就过今天，他没有未来，没有过去。人不一样的，人会想500年以后、5000年以后，我以后怎样？这个向前揭穿时间，超越时间的淘汰，超过时间的速度，你就走在时间的历史前的时候，这个叫做有盼望的人生。你能够卡住历史的淘汰，卡住时间的飞逝，你能把时间飞逝更快的想到几千年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叫研究历史的可能。只有人能够，人为什么有研究历史的可能？人为什么有对未来产生无限盼望的计划？因为人有永恒性。那在这一件事情上，男女是不同的。男人是注重前景，所以他想这个以后要怎么样，结婚以后要怎样，要赚了多少钱要怎样，以后我要把我的股票，我要上市，我的公司要怎么发展，我要怎么计划。男人一直计划前面的，女人说无论你怎么计划，不要忘记啊，你从前怎么追求我的，不要忘记我们从前度蜜月都是讲过什么话，
男人说那个过去哪里过去了？那个是跟现今、跟永恒不能相脱离关系的。所以男人重前景的时候，女人重回忆。女人很注意你从前对她讲过什么应许的话，女人很注意你第一次抱她、亲她的时候她什么感觉，她很记得你第一天跟她发生关系、结婚度蜜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多么甘甜。你不要让女人在她的回忆中间产生破裂或者产生伤痕，因为她很难受。当然，女人不要忘记哦，人不是为过去活，人为未来活。所以未来要怎么走，你要听你丈夫讲什么，因为他以后的计划是有一天会产生的。所有的明天过不久会变成今天的，所有的今天一下子变成昨天的。所以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今天是明天的昨天。大家说1、2、3，今天昨天的明天，今天是明天的昨天。所以当男人知道这个今天要过去，明天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没有下雨前预备雨伞啊。这个是男人的个性啊，这是男人的责任。所以男人会向前景去思想要做什么，预备现在。女人不是没有，但是她在这个事情的后面，我曾经拥有过的，我曾经保守过的，我曾经经历过的，特别是甘美的事，我要继续把它成为我的保障。我曾经受过的伤害，你不要再重提，免得我很难过。所以这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的地方。那我再温习一下好不好？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男人重事业，女人重家庭；男人重，女人重细节；男人重前景，女人重回忆。